竟然有一天可以拿印度来恶心美国他给你搞亚江水电站，你这边在龙象共舞，这我们可以说中印之间诡异的关系大概有10年以上，推展到印度开国之后第一个总理嘛，这意愿一定会实现。从历史上来看，中日韩三国共荣是一个常态，东北亚的合作圈会加速，因为小泉进次郎这个蠢货，但他对于整个大历史的推进是有帮助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习拜会将在南韩来举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呢，过去当然是一个以经济为主的论坛，那近年来呢，已经逐步的变成地缘政治上的结构。但是呢，这件事情呢，其实在7月的时候就有消息说，习川会会在 APEC 前登场哦。那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呢叫郭家坤哦，中国大陆这边哦，中方领导人是否会在 APEC 期间呢与川普总统进行会晤哦？针对这个问题呢，他说啊，中方高度重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合作，愿与各方一道推动今年的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助力亚太和世界经济成长。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我没有任何可以提供的信息哦。但是呢，目前确认，第一个，习近平会在 APEC 期间呢待好待满。那除了庆州之外呢，还会跟李在明来见面哦。这个中韩元首会这件事也是相当重要的哦，因为这个是习近平啊，或者是说中国国家主席呢，自2014年朴槿惠主政时期以来时隔11年再度访韩。为什么？因为当时朴槿惠是要推动中韩关系进一步深化，尤其但是朴槿惠向来比较亲日美啊，到后来发生萨德事件嘛，就是美国在南韩放这个萨德，萨德是一种中程拦截的飞弹，它主要就是雷达会去侦测你你等于是摆了一组飞弹在中国大陆的门口这一点就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你就看得很清楚了嘛。中国大陆的首都在这里，北京，对不对？北京出来是渤海，渤海出来是黄海，那渤海到黄海只有一条路嘛，它没有其他的出口嘛，所以呢，韩国的位置相当于中国大陆的门户，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整个朝鲜半岛就是作为中国大陆在国防安全上的一道重要的大门，所以在这情势之下，中韩关系其实一直都相当的重要。但是当然，中韩之间的亲近是不能够立刻性解决美国在南韩驻军这件事，但它确实可以提升到一种相对限制美军行动的状况。大陆商务部出手2公告连发，严格限制稀土出口与境外管制，堆筹码。美国人最喜欢在元首碰面的时候堆筹码了。针对2项公告，稀土相关技术出口管制，稀土出口之后用途进行限制，其中最终用途在设计、开发、生产、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运载工具、恐怖主义或军事用途提升军事潜力者，原则上不允许出口。我跟大家讲，地缘政治的背后是军事力量的博弈，你就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为什么连续2公告连发。至于稀土目的最终为研发生产14奈米以下逻辑晶片或256层以上存储晶片及制造上述制程半导体生产设备及设备生产材料或具有潜在军事用途人工智慧申请出口，将采取逐案审批的方式进行。来，我跟大家讲，这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上一次中美的谈判当中就提到，美国方面要求大陆这边呢要放松或加快所谓的稀土出口审批的部分。现在大陆呢又再次进行相关的一个限制，等于说回应这段期间川普对于上一次所谓谈判之后的各种小动作的一整性的一个回击在没有获得大陆商务部开发许可之前均不得出口。简单来讲，就是技术不准你出口全世界上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稀土生产在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并没有全世界上最多的稀土矿场原因很简单，稀土的开采本身的特性因为稀土它的特性是不是少而是分散，所以通常稀土开采必须伴随着大量的金属矿的开采。那这里面因为中国大陆炼铝的量非常的大，所以它就可以把这个稀土呢做负极的过程，它就会生产。但是这里面又牵涉到很多很多的技术，而这些技术中国是领先全球。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限制这些技术出口显见的就是未来的稀土战争里面，他们已经注意到我不可能让你有后面追上来的部分，所以这里面的对战它是很激烈的。这个激烈当中，你可以看到在 APEC 里边为什么习近平愿意到韩国去，而且跟李在明见面，因为他看到了李在明他正在做战略上的调整。最近韩国在以10月17以来有大量的反华示威群众，那他们现在呢恶心李在明政府，就进步派政府的最具体做法就是透过反华示威宣传来搞破坏，李在明就取缔你的反华示威宣传。
所以今天如果说真的有习川会，那习川会必然就是一个激烈交锋的现场，谁要让谁不让，那我现在你敢提出来，我就敢跟你对。大陆还是多手准备啊，以前都是美国拿印度来恶心中国啊，结果这一次竟然在这个时候，在10月底前恢复中印直航航班，结束两国5年多以来的停航状态，体现中印关系逐步在回温。中印关系何其重要？为什么？我说过，中国的边界你可以分成3个面向嘛，北边北韩、俄国、蒙古、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南边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辽国、越南。印度是南亚现代上最难搞的14亿人口的大国家，中国现在搞定了北边，搞定了南边大部分国家，剩下印度难搞啊。那为什么这时候中印恢复了一个基本的关系呢？因为美国现在跟印度正在打贸易战啊，莫迪跟川普现在关系很不好啊，印度寻求中国做一个杠杆来针对美国，但是反向的中国也可以用印度来对美国做一个杠杆啊。印度之前都是拿水来控人家，你知道吗？来控巴基斯坦，结果这一下反而被中国控，可是却在这个时候，印度不但没有发出强烈的抗议，反而龙象共舞啊！印度那一头是很不爽雅鲁藏布江，结果竟然可以在这个时候来中印恢复航线，所以这代表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个地缘上面，它已经有十足的把握，它是多线多维度，在产业上、在经济上、在战略的布局上面、在地缘的布局上面，这一次就是来跟你美国川普来做一次对决，而且我故意选在韩国这个时候。另外一边呢，川普在忙什么？就在忙着推进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因为川普现在就要全力冲击诺贝尔和平奖，是认真想冲击。另外同一时间呢，他必须要花精力准备跟中国进行谈判，他能准备就很有限。所以美国这次态度，我告诉大家，绝对不如之前强硬。但现在是10月9号啦，到10月31要见面，还有一个20天的窗口，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凭空造牌的量级会下降很多。那凭空造牌不外乎几点嘛，一个就是台湾问题嘛，一个就是日韩问题嘛。韩国现在看起来是没办法了，所以如果以色列再继续搞怪下去啊，到现在我跟你讲，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已经杀了将近7万人，如果以色列杀到10万人，是举世震动的状况，所以这事情不能开玩笑。所以我们再往前打，你就可以看出川普在急什么，这也是中国这次的底气啊！你以为全球一盘棋只有单线式的吗？我告诉大家，全球的战略博弈是多线式，是立体的，它是多维度的，它可以涵盖经济，它可以涵盖技术，它可以涵盖军事，它还有地缘上的问题。然后呢，在这个时候，美国都顾不上了，能顾得上日本吗？当然顾不上啊！所以我上一次才讲的高市早苗，你以为是极右翼上台，我就说他上台之后马上会转弯啊！预言马上命中，日本准首相高市早苗可能不会赴靖国神社参拜，那他最终可能还是会想办法去拜，或用各种形式去拜，因为他可能会当不上首相。小泉进次郎啊，在选前之夜开庆功宴，活生生的把自己玩死啊！所以小泉进次郎输掉了选举。我告诉你啊，我去看杨永明老师，杨永明老师他老婆是日本人啊，他是日本专家。他自己在节目上亲口所说的，他说我也没料到高市早苗这次会赢啊，就是小泉进次郎这个白痴，他硬生生的把胜利送给高市早苗，所以这件事其实在偶然间加速了日本全面性的摆脱右翼的一个历史进程啊。所以告诉大家，历史偶然性跟必然性是很有意思的。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我这边斗胆预言，我有一个暴论：小泉进次郎这样把自己玩垮了，他的蝴蝶效应就是加速日本脱离右翼之外呢，也加速日本回到中日韩3国共荣的一个常态。然后你看美国媒体已经在紧张了，还有大杀器没拿出来。华尔街日报新闻显示，台湾的天然气库存仅能撑11天，大陆借检疫即可逼台湾限电，什么意思？天然气船开到这里，我开中国海警船开过来，你这船有问题，我检查一下。检查说，你这船上有疾病把你扣着行不行？其实中国这一系列的这个国策的制定始终没有变，叫做永远跟南方站在一起。什么是南方？就是在这些欧美西方列强、欧美西方已开发国家之外，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这个所谓的南方，其实就是没有在当年的西方的这个工业革命当中得到长足发展的这些国家，而我在争取的是一种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